今天跟大家聊聊车。咱们初中历史都学过，世界上第一辆汽车是由德国工程师卡尔本茨在1886年宣告制成的，到如今呢已有100余年的历史。这100余年间，汽车已经从西汉的新奇发明，发展成为全球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也成为我们每个人日常生活中都会接触到的文化符号。所以我今天呢就和大家一起来梳理一下汽车产业的100年演进。熟悉我的小伙伴可能会问了，你不是讲 marketing 的博主吗？怎么转行讲车了？其实呢，汽车产业的发展史和 marketing 可以说是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那从后视镜的眼光来看呢，汽车产业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经历的技术革新、市场变迁与营销理念的演进，这背后既有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塑造，也离不开各大汽车品牌在产品创新和营销推广上的竞争与创造力。而每一次产品升级和品牌跃迁，每一次变革中的几家欢喜几家愁，都和 marketing 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有关。这个因素就是客户需求。那之前呢，我们分析耐克的视频当中，咱们用到了营销学当中的4T 理论。这次讲汽车，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个4C 理论。那这4个 C 呢，分别是 customer 客户、cost 成本、convenience 便利度和 communication 传播。大部分人在想到 marketing 这个词的时候呢，可能会把它等价为 communication。那不管我们说的流量、广告、推广、促销，这些词对应的都是 communication， 但是呢，却忽略了前面3个更加重要的要素，尤其是第一个 customer 客户需求。如果没有正确的洞察客户需求，那你的产品开发只能是自我打斗，你的 communication 也只能是对牛弹琴。今天通过对汽车这个行业的深度分析，我们将看到消费者需求是如何随着时代变迁，汽车厂商们又是如何洞察并响应这些需求，以及营销传播是如何助力品牌甚至是一个国家的产业崛起。话不多说，点赞、收藏、系好安全带，咱们出发。时间拉回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们来复习一下初中历史课本上的内容。当时呢，第2次工业革命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欧洲那边阶级和民族矛盾不断激化，正在酝酿着第1次世界大战。而美国呢，早已结束内战，南北统一，进入了辉煌的镀金时代。杰皮·摩根、洛克菲勒、卡耐基，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都是这一时期的人物。当时煤炭、钢铁、化工等行业都进入了工业大生产时代，在欧洲大陆还在把汽车当成一个新奇的大玩具和富人的奢侈品时，大西洋彼岸的美国有一个工程师兼赛车手表示 I have a dream， 我有一个梦想，这个梦想就是让每个人都有一辆车。这个人呢叫亨利·福特，当时汽车的平均售价大概在$4700，是妥妥的奢侈品了。普通消费者对汽车是可望而不可及。福特洞察到消费者对平价汽车的广泛需求，也意识到要将汽车变成人人买得起的日用品，那就必须要大幅的降低成本和售价。于是呢，福特引入了划时代的流水线生产方式，凭借大批量生产带来的效率，1908年10月。福特 T 型车以仅仅$850的价格上市，将购买汽车的门槛大幅降低，结果是大获成功。第1年产量即达到了10660辆，打破了汽车行业的记录。此后呢，随着边际成本递减，福特不断的降低售价，从1908年的$850降到1914年的$360，最终呢降到了$260。价格的大幅下滑意味着一个普通工人攒几个月工资也能考虑买车了。而福特开创的$5日薪也让自己的员工有足够的收入购买自己生产的汽车，成为潜在车主，形成正向的循环。正因为如此 ，T 型车迎来了销量井喷。到了1920年代中期，每10辆美国汽车里就有将近6辆是 T 型车。为了极限的压低成本，福特生产的所有车都是黑色，因为黑色油漆干得快还便宜。福特当时还说过一句著名的玩笑话：无论顾客想要什么颜色的车都可以，只要是黑色就行。用单一配置换取规模效益，福特的这种只此一种专注平价的产品策略，正是对那个时代消费者需求的精准回应。到了1921年 ，T 型车产量占全球汽车总产量的56.6%，到它停产的1927年，累计生产超过1500万辆。这个数字在之后的几十年里都是一个世界纪录，直到1972年被大众的甲壳虫打破。
福特的极简策略在汽车业发展的早期成效显著，但是呢，也为后来的挫折埋下了隐患。进入1920年代中期，美国汽车市场从卖方市场逐渐转向了买方市场。在满足了有车的基本需求之后，消费者开始追求更舒适、多样、个性化的车型，而不再是简陋单一的 T 型车。此时呢，通用汽车洞察到了这一新的消费趋势，采取了差异化的策略，以特色来对抗福特的廉价单一车型。通用总裁阿尔弗雷德·斯隆提出了为每个人的钱包和用途打造一款车的理念。那他通过旗下的雪佛兰、别克、凯迪拉克等品牌提供了分层次的产品，以满足不同客户群体的需求。同一时期呢，分期付款购车的模式也开始兴起。1920年代的美国的消费文化里，买车可以像买房一样按月付款了。通用呢还为此成立了通用汽车信贷公司，为车主提供贷款，让顾客可以提前把车开回家。营销策略了也从技术导向转向了满足消费者的购买能力，让更多的人买得起，也支付得舒服。美国汽车产业在20年代末的品牌格局已经从一个福特打天下演变为了多品牌、多层次竞争的态势，这为后面几十年的竞争和创新奠定了基础。但是呢，转过1920年代这个弯，一个急剧变化的时期到来了。1929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经济大萧条，让美国乃至全球经济遭受重创。股市崩盘，银行倒闭，失业率飙升的阴云也笼罩到了汽车行业的上空。20年代还在欢呼买车的人们，30年代初很多却连饭都吃不饱了。1930年代的社会经济极为艰难，美国新车的销售从1929年到1932年暴跌了75%，汽车公司在1932年集体亏损1.91亿美元，许多曾经风光的汽车厂商在这场经济风暴中破产倒闭，活下来的也不得不拼命的缩减成本、裁员求生存。紧随其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给美国的汽车产业又一重大打击，战争让美国在1942年到1945年间直接停止了民用车生产，汽车厂全部改造生产坦克、吉普、飞机等军需品。可以说，从1930年到1945年，普通的消费者几乎买不到什么新车，要么呢没钱买，要么呢是没车可买。这段时期，汽车技术进步呢也很缓慢，因为资源都投入到了军工建设当中了。但是人们对汽车的渴望却只是被压抑，而并没有消失，反而呢是在心中越酿越强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个经历了大萧条和战争的普通美国家庭，攒下点钱却苦于无车可买，心里对于和平时期开上新车的渴望有多么的强烈。另外呢，战争还带来了人口和居住的变化，大量的士兵退伍之后，通过了军人权利法案上学买房，美国出现了郊区化的热潮，大家搬到有车才能通行的郊区居住，对家用轿车和家庭第二辆车的需求被大大的激发。同时呢，二战也让美国人见识到了德国、英国、意大利、苏联等各国的车辆。战后呢，很多退伍军人呢就梦想着能够拥有性能出众的座驾。总之呢，1930到50年代这一时期，消费者需求经历了从极度压抑到大爆发的过程。先是迫于经济和战争把需求压到极低，继而呢，在战后和平繁荣时期呈现火山般的喷发。那面对如此剧烈变化的需求曲线，汽车厂商们采取了不同阶段的应对策略。在大萧条时期，能活下来的厂商都各显神通。比如说通用汽车，当时仍然有传奇 CEO 斯隆掌舵，他坚持多品牌多档次战略，哪怕销量惨淡，也继续的推出各个价位的车型，以备经济回暖时全面开花。同时呢，他还推出了一个年度改款的制度，也就是每年让每一个车型在外观呢和功能上都有所改变，刺激少量有消费能力的人不断的升级车辆。那我们都知道，后来英特尔在芯片开发上的 Tic-Tac 战术和 iPhone 的一年发布一机都是斯隆玩剩下的。其他在大萧条中活下来的车企，在战争中呢虽然暂停了汽车生产，但是并没有停下汽车研发的脚步。毕竟市场总会回暖，品牌必须提前布局，活下来的才能迎接下一轮的繁荣。这种洞察在二战结束后得到了验证。战争一结束，汽车厂商们几乎立刻从坦克生产线切回到了汽车生产线。许多在战争中学到的新技术，比如自动变速箱、涡轮增压技术，还有航空材料等，都被运用到了民用车上。战后最早几年，厂商们呢主要是把战争前的一些老车型稍加改进后推出，因为大家实在憋的是太久了，旧酒装新瓶也是一抢而空。但是很快呢，汽车公司就察觉到消费者们的要求更高了，他们不再满足于有车开，他们想要的是
更强的动力、更大的空间、更绚丽的设计。比如一个典型的战后美国家庭，丈夫呢是退伍军人，太太在战争期间学会了开车，家里呢可能还有2、3个小孩和1条狗。那他们理想的一台车呢，应该能载着一家人去野餐、旅行，而且最好呢外形还要酷炫。那这一时期呢，品牌对消费需求的洞察也是非常的灵敏。经历了大萧条的人呢，信奉务实可靠，厂商就在可靠性上下功夫。比如别克呢，强调发动机耐久；雪佛兰宣传它的悬挂抗造。经历战争的人崇尚科技胜利，厂商呢就在科技配置上做文章。比如空调呀、自动变速箱，在50年代就开始成为了卖点。这一时期呢，还有一个关键人物不得不提，那就是通用旗下的设计总监哈雷厄尔。他带领的团队创造了许多的概念车、梦幻车，让公众看到了汽车未来的样子。这些概念车呢，巡回展出，刺激了消费者对即将面世车型的渴望。这种方式呢，后来也成为一种主流的汽车营销方式。在营销传播方面，汽车厂商们也开始用讲故事的方式来吸引消费者。30年代的时候，各大车企还在宣传省油耐用、物美价廉。到了战后，营销的画风就截然不同了。这个时候，汽车广告开始描绘一种美好的生活场景。一个经典的例子是1953年雪佛兰赞助的迪拉舒尔的电视节目。那每一集的末尾呢，他都会唱起欢快的广告歌 See the USA in your Chevrolet， 驾驶雪佛兰纵览美国吧。See the USA in your Chevrolet。这句洗脑的歌词配合电视上播放的美国公路风光，让全国观众都记住了雪佛兰所代表的自由和欢乐。还记得之前我们讲的耐克营销的厉害之处吗？那就是耐克从来不把自己当做一个卖鞋的厂家，而是贩卖梦想和身份认同。其实早在耐克之前，汽车行业就已经找到了这品牌营销的葵花宝典，把汽车和梦想的生活直接挂钩。当时电视逐渐普及，广告营销行业进入黄金时代。纽约麦迪逊大道上每天都在生产新鲜的创意，制造爆款神话。美剧《广告狂人》中展现的正是这一时期广告业的兴盛。那品牌呢，除了自己制作精美的宣传片，也开始赞助娱乐节目、体育比赛等，这在潜移默化当中也推广了汽车文化。这些传播策略极大地刺激了消费者的购买欲望，人们在电影院看到了伟异闪耀的梦幻车，在电视里听到了开车旅行的欢歌，心向往之，品牌的销量自然水涨船高。可以说，这一时期的传播从理性走向了感性，从告诉你这车很耐用，升级成了告诉你有车的生活是有多么的美好。经过这一时期呢，美国的汽车工业也发生了深远的变化。首先呢，规模空前的壮大。1958年，美国注册汽车数量已经超过6700万辆，比1950年初翻了1倍多。而且当时美国每6个工人当中就有1个在汽车产业或者是相关行业就业。汽车可以说是经济的支柱产业。其次呢，品牌格局也在这一时期确定了下来。底特律3巨头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牢牢地统治了美国市场。通用汽车在大萧条和战后展现出的多品牌战略和管理能力，使它在50年代坐稳了全球最大汽车厂商的宝座。1955年前后，通用一家公司的市场份额甚至接近1半。这种统治力让时任总裁查尔斯·威尔逊说出了名言：只要是对通用有利的，那就是对美国有利的。此外呢，这一时期美国品牌在全球也建立了声望。战后欧洲、日本经济尚在恢复，美国成了大量出口，别克、凯迪拉克在海外成了身份的象征。当然了，都说盛极必衰，古今中外莫不如此。美国汽车行业的繁荣之下，也埋伏着新的挑战。美国车在50年代末开始显露出过度追求装饰而忽视品质和效率的问题。与此同时呢，欧洲和日本的汽车工业正在悄然崛起，准备在下一个阶段向美国巨头发起挑战。下面呢，我们就把目光转向战后重建的德国，看一看那里的汽车产业是如何涅槃重生的。2战的硝烟散去后，在马歇尔计划的帮助下，德国经济开始奇迹般的恢复，史称经济奇迹。工厂机器重新运转，公路、桥梁逐步修复，德国人满怀干劲投入建设，社会上弥漫着一种务实勤奋的氛围。经历战败的人们一心想用高品质的产品重塑德国制造的声誉。当时科技和工业基础虽然元气大伤，但德国工程师的严谨作风还在。大众公司在沃尔夫斯堡的工厂，在英国的管理下，1945年底就已经重新开动，到1949年已经开始批量生产车了。我们设身处地的想一下，那时的德国社会百废待兴，公众对汽车的渴望不像美国那样奢华，更多的呢是一种踏实的需求。只要有一个经济实用的代步工具，让家庭能够过上正常日子就好。
在文化上呢，50年代的西德流行的是勤俭持家，追求实用，汽车被看作是一种改善生活质量的工具，而不是一个张扬个性的玩物。所以呢，德国汽车产业的再出发与美国是截然不同的，没有浮夸的尾翼或者是巨型豪车，一切都从实用和品质出发。此外呢，当时欧洲的油价高企，燃油对普通人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销，所以省油就成了刚需。另外呢，欧洲城市普遍街道狭窄，停车位又有限，所以德国消费者倾向于小型车。那综合这些要素呢，大众汽车成为了战后满足大众需求当中的中流砥柱。它的当家产品大众甲壳虫可以说是为战后德国人民量身定做的。由费尔南德·保时捷设计的这款车，早在纳粹时代就被称为国民轿车。战后呢，在英军的督导下恢复生产，很快成为了品质可靠、价格适中的经典车型。大众甲壳虫呢，对于消费者需求的洞察在于它的设计极其简单，后置风冷发动机几乎不需要液体冷却，机械结构结实又容易维修，这正符合战后消费者想要省心耐用的心理。到了50年代中期，甲壳虫不仅在德国家喻户晓，还远销海外。1955年生产的第100万辆甲壳虫轿车下线，汽车不再是精英阶层的专属，而是成为千千万万普通德国家庭的交通伙伴。进入60年代，大众持续改进甲壳虫，加大发动机马力，改进供暖系统等等，以提升用户的体验。而且大众呢很注重客户的反馈，据说呢他们收到客户来信说这个引擎太吵了，那工程师呢就想办法在后备箱里面加装了隔音垫。这种以品质和用户满意为中心的产品哲学，让甲壳虫的口碑越来越好。到1972年，甲壳虫在全球累计产量超过1500万辆，打破了当年福特 T 型车创下的记录。与此同时呢，在高端市场，以奔驰和宝马为代表的德国豪华品牌也开始复苏。奔驰在战前就以工程品质闻名，战后呢很快重拾了这个招牌。奔驰的工程师贝拉·巴伦尼发明了汽车安全车身的理念。奔驰在1950年代末就将这种安全驾驶舱和碰撞吸能区应用于了自己的车型，极大提升了车辆的安全性。这种前瞻性的品质导向和技术，恰好迎合了高端客户对于安全可靠的深层需求。再看宝马，战后的宝马一度濒临破产，但通过推出 New Class 新级别轿车系列，在60年代中心，这些车兼顾运动性能与日常实用，满足了战后新兴中产阶层既要品质又要驾驶乐趣的需求。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坐奔驰开宝马的说法，说的呢就是品牌的这种差异性。可以说德国厂商在不同层次市场都精准的拿捏，大众呢提供国民车，奔驰宝马提供高品质车，而所有这些品牌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坚守品质。他们相信，只要造出足够好的产品，消费者最终会认同。而同时期呢，人们对一些美国产品华而不实的批评声越来越大，这就让德国的工程品质更显珍贵。战后德国的汽车营销也与美国那边张扬的风格不同，它更强调的是可靠性和信誉。大众为甲壳虫做过的最著名的营销呢，莫过于他们在美国市场推出的 Think Small 广告。虽然这是在美国投放的广告，但由此体现的大众品牌策略值得一提。广告呢以极简的版式配上一辆小小的甲壳虫，标题写着 Think Small， 正文呢风趣地列举了甲壳虫虽然小，但是优点多多。这样的传播一下子抓住了消费者的心。在一个美国大车横行的时代，大众敢于反其道而行之，用幽默和诚恳传递出我们脚踏实地、重视品质这样的品牌形象。这一广告被誉为营销史上的经典，也让德国工程可靠、诚实耐用的形象深入人心。奔驰在传播上呢，则采用了树立权威形象的策略。奔驰的宣传资料里常常提到它历史悠久、技术精湛等等。在技术上呢，奔驰也确实是在不断的探索汽车安全方案，是他们将安全气囊和安全带预警器首次用于量产车，也是他们首次引入了 ABS 防抱死制动系统，这些后来都成为了汽车行业的标配。他们还主动送自己的车去参与世界各地的碰撞测试、长途拉力赛等等，积极的塑造一个值得信赖的形象。而宝马和保时捷的品牌呢，则是通过赛车运动以及运动型号发展深入。对于德国品牌来说，口碑和荣誉本身就是最好的传播。这一策略呢，也是行之有效的。到1960年代末，德国制造已经从战后初期的廉价形象，彻底的转变为了高品质的保证。那如果你在1970年代问一个资深的司机哪国的车最可靠，他八成会拍着德国车的引擎盖对你说，当然是德国车了。这种认知是品牌营销长期努力的结果，也为后来德系车进一步的全球扩张打下了基础。
当然了，故事还没有结束。同一时期，咱们的邻居日本也在悄然地积蓄力量，而一场由波斯湾蔓延至全球的危机，让日本车登上了历史舞台。战后，日本在50、60年代实现了高速的经济增长，到70年代已经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然而，就在日本踌躇满志之际，2次石油危机狠狠地敲击了世界。1973年和1979年的石油禁运导致国际油价飙升，供应短缺。对于严重依赖进口石油的日本来说，这无异于当头棒喝。1973年第1次石油危机，日本国内被迫实施4天工作制来节能，全国高速公路限速，霓虹灯广告也熄灭了。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的企业和家庭都在想方设法的省油省电，一股节能潮席卷日本。由于2次石油危机，全球消费者在这时期的优先需求呢，也都转向了燃油经济性，甚至曾经视大轿车为荣耀的美国消费者也开始青睐小型车。那1970年代呢，也是环保意识觉醒的时期，美国颁布了严格的排放法规，消费者也开始关心汽车尾气排放和环境影响，所以谁能制造出既省油又低排的车，谁就能赢得人心。日本车企在这时期的表现可谓惊艳全球，他们精准地洞察到了时代赋予的机会，如果能造出节油又可靠的汽车，就能赢得国内外的市场。于是我们看到以丰田、本田、日产为代表的日本厂商一一亮出了杀手锏。丰田在70年代推出了新一代卡罗拉和皇冠等车型，这些车搭载小排量高效发动机，油耗远低于同期的美系车。特别是1974年前后，丰田卡罗拉凭借省油耐用成为了全球畅销车型之一，在美国市场一度供不应求。本田汽车则在1972年推出了划时代的本田思域，其搭载的 CVCC 发动机不用催化转化器就能够符合美国的排放标准，既省油又低污染。在自己本国呢，日本车企也有针对性的产品，例如凯美瑞和皇冠等中高级汽车，满足了日本本土消费者日益提升的舒适性需求，同时呢，保持卓越的可靠性。可以说，日本品牌的产品策略核心是3高1低：高品质、高燃油效率、高耐用性、低故障率。这背后当然离不开他们在生产上的革命性改进、机翼生产和全面质量管理。丰田生产方式著名的准石化 JIT 和碳板系统，使他们以更低的成本制造出更高质量的车，在价格上也更有优势。当美国厂商70年代还在为转型小型车手忙脚乱时，日本厂商已经建立起了高效率、零缺陷的生产体系，其结果就是日本车极少出毛病，用户体验极佳。这种可靠耐用正击中了消费者最关心的点。在营销方面呢，日本车企最初在海外并不是以广告取胜，更多的是靠口碑。在70年代初，美国人普遍认为日本制造呢就等于廉价的玩具，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但是当第一批购买了日本车的消费者发现，这车居然开不坏，而且还很省油，它的口碑就开始发酵传播。特别是石油危机期间，美国消费者亲身体验到开日本小车省下了大笔的油费，这比任何的广告都更有说服力。日本厂商呢也聪明地抓住了这一点，在广告诉求上突出油耗数据和品质证明。当然了，美国这个地方谁来了都得入乡随俗。到了80年代，日本车企也开始了生活方式营销，比如1980年代的丰田广告会描绘一家人驾车郊游的温馨场景，或者是用流行音乐 MV 风格拍摄年轻人驾驶跑车，一改过去严肃的技术形象。还有一个现象值得一提，那就是日本厂商普遍的非常重视客户服务，他们在展厅和售后服务上的投入很大，以换取用户的长期忠诚。买日本车不仅是买产品，还是买服务周到的体验。这种软实力的传播，通过用户的口口相传，形成了良性的循环。此外呢，日本车企在80年代末还采取了一个重要的传播策略，那就是创立豪华子品牌。1986年，本田在美国创立了讴歌；1989年，丰田和日产分别创立了雷克萨斯和英菲尼迪。这些新品牌的出现本身就是一个强有力的营销宣示，要告诉全世界，日本不仅能造经济小车，也能造豪华车。雷克萨斯在1989年推出了轰动业界的广告 Balance， 一辆 LS400 轿车引擎上放着高脚杯，发动机启动加速到高转速，酒杯却纹丝不动，以此来凸显发动机的平顺和静音。这广告让很多的美国观众瞠目结舌，日本车竟然能达到如此精密的境界。由此可见，日本品牌通过营销传播成功完成了形象升级。
凭借着经济耐用的产品形象和富有创意的品牌传播，日本汽车产量在1980年前后一度超过美国，成为了世界第一。日本车在美国新车的市场份额也从1976年的9%飙升到了1980年的约22%，这印证了日本品牌对海外消费者需求的准确把握。日本车企呢也一跃成为了世界级的品牌，丰田成为全球销量最大的汽车厂商之一，皇冠、卡罗拉等车型享誉全球。本田呢凭借思域、雅阁在乘用车市场站稳脚跟，还在发动机基础上建立起了王者之名，在包括 F1 在内的赛事当中创造了无数辉煌。日产呢在欧美市场打出了廉价实用的品牌印象，同时也孕育了 GT-R 等性能传奇。更重要的是，日本汽车工业引领了品质革命。美国人发现，在耐用性和顾客满意度的调查当中，日本车全面领先，这逼得底特律三巨头不得不大刀阔斧的改革质量管理，整个全球汽车产业也因此提升了标准。这可以说是日本车对行业格局的最深远的影响。总的来讲呢，1980年代末的汽车强国格局，从50年代的美德争霸演变成了美日德三足鼎立。而日本品牌以其务实高品质的形象深入人心，也为其在后续的90年代全球化浪潮当中的扩张打下了基础。当然了，每个时代都有新的课题。80年代后期，日本经济泡沫隐现，而在地球的另一端，在经济繁荣和身份消费的氛围下，跑车文化开始兴起。80年代，整个西方世界都是繁花似锦、烈火烹油。这一时期，流行文化充斥着奢华和张扬，人们开始以消费奢侈品来彰显身份。GUCCI、普拉达、阿玛尼、范思哲成为了全世界有钱人争相追捧的时尚标志。而富裕消费者对于汽车的需求也发生了质变，从功能性的需求上升到了情感和身份层面。如果你是当时欧洲或者美国一个腰缠万贯的企家或名流，你买车绝对不会只看参数，而会更在意它能否体现你的成就和品味。简而言之呢，这一时期有这么一小部分高净值的消费者，他们想要的是一台能证明我是谁的车。他们追求极致的性能，因为性能象征着技术巅峰和激情驾驭；追求稀有独特，最好是手工打造的限量版；追求美学设计，毕竟要炫耀就要炫耀的漂亮。那意大利超级跑车品牌们深谙这些富豪们的心理，于是80、90年代推出的一系列车型几乎就是奔着终极梦想之车去的。法拉利在1987年推出了划时代的 Ferrari F40，这是法拉利创始人恩佐·法拉利亲自监督打造，为纪念法拉利40周年而生的车型。F40完全围绕极致性能设计，最高速度超过320公里每小时。它没有音响，没有地毯，甚至连车门内侧都只是裸露的碳纤维，一切以轻量化服务。这种纯粹追求性能的狂热，正符合了顶级客户要最猛不要妥协的心理。据统计了 F40限量生产不到1400台，每一台都被全球富豪抢购一空。另一边呢，兰博基尼凭借一款 Countach 自1974年问世以来就是全球青少年的梦中情车，称霸了墙上的海报车型长达20年。兰博基尼的产品策略就是定制化和稀有化，生产量少，每台车都像艺术品一样手工打造，因此拥有一台兰博基尼本身就说明了你是凤毛麟角。而玛莎拉蒂呢，在80年代以豪华 GT 跑车系列冲击市场，提供了法拉利之外更舒适豪华但仍然性能强劲的选择。在营销传播方面，超级跑车的营销与普通大众车辆截然不同。首先呢，他们不需要也不会在大众媒体上做广告。你可能注意到电视上很少有法拉利或兰博基尼的商业广告，这些品牌更倾向于通过品牌传奇和生活方式来营销。比如法拉利一直将 F1 赛事作为核心的传播阵地，每一次赛场夺冠都等于是为品牌打了一次广告。同时呢，法拉利在全球成立了车主车迷俱乐部，组织赛道日、车主聚会等，增强客户的忠诚度，把开法拉利塑造成了一种精英的社区体验。他们还会借助名人效应，80年代许多名流巨星都是意大利跑车的拥趸，比如史泰龙、Michael Jackson 等明星都拥有法拉利或者是兰博基尼，这些都被媒体竞相报道，相当于是一个免费的广告。豪车品牌呢也很讲究故事营销，法拉利会反复的讲述恩佐法拉利是如何偏执的追求速度，兰博基尼呢会津津乐道创始人是如何从一个拖拉机厂的老板变成了跑车指导者。这些故事让车迷们如痴如醉，进一步的抬高了品牌的价值。有意思的是，法拉利、兰博基尼、玛莎拉蒂这3大超跑品牌都出自于意大利的一个小城 Modena。这次呢，为了制作这个视频，我也是特意去考察了一番，感受了一把品牌讲故事的能力。
总而言之呢，这个时期奢华跑车满足了顶尖消费者的情感需求，也让意大利牢牢地占据了汽车文化金字塔的顶端。然而呢，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进入90年代后，全球化与模块化成为了汽车产业新的主题。我们再度把目光投向德国，看看经过统一的德国在90年代到20世纪末是如何以全新的姿态崛起，以及汽车产业又是如何适应全球化的客户需求。进入90年代，世界发生了巨变，柏林墙倒塌和冷战结束标志着全球格局重塑。德国实现了两德统一，为经济注入新动力的同时呢，也带来了东德地区的产业升级的挑战。放眼全球呢，90年代是全球化浪潮凶猛的10年，贸易壁垒降低，跨国并购频繁，新兴市场比如东欧、中国等相继开放，为各大车企提供了广阔的新天地。政治上呢，欧盟在1993年成立，欧洲逐渐形成了单一市场。2002年统一货币欧元正式流通，这些都为跨国车企的运营扫清了障碍。科技上呢，互联网和信息技术在90年代崛起 ，CAD 计算机辅助设计、工业机器人、企业资源计划 ERP 等都被广泛的应用于了制造业，提高了研发生产效率。在全球化和技术革命的背景下，消费者的需求呢也发生了变化。首先是市场日益的全球同步，一款车往往是面向全球销售，来自不同国家的消费者也开始出现趋同的需求偏好。比如说，美国人爱开的 SUV 在欧洲呢也开始变得受欢迎，而注重性价比的亚洲消费者呢也开始信赖德系豪华品牌的品质。这种全球信息互通让消费者对汽车的期望不断提升，不论在哪儿买车，他们都希望获得安全5星、配置丰富、设计时尚的汽车，这就迫使厂商打造全球化的平台。那其次呢，需求的分化也变得明显。90年代起，消费者不再满足于轿车一统天下，他们根据生活方式产生了多元的需求。有人要带一家7口出游，需要 MPV； 有人住郊外爱户外，那就需要 SUV。年轻人呢喜欢操控，要性能轿跑；环保人士呢想要电动车。这就意味着车企需要在越来越多细分市场拿出自己的产品。消费者呢还越来越重视技术和便利，比如说在 GPS 导航、自动空调、ABS 防抱死刹车等90年代新技术出来之后，大家很快的就把它们视为理所当然的需求，这就是时代带来的期望值的提升。最后呢，随着全球化曝光，消费者对于品牌形象也更加的关注。一辆车不仅要好，还要能代表我的价值观。于是呢，有人钟情沃尔沃，因为它安全；有人独爱宝马，因为它的操控性；有人选雷克萨斯，因为它的服务好。总的来说呢，这一时期消费者既要求一辆车能满足自己特定的用车场景，又希望车企呢能够保持统一的品质和品牌承诺。而要满足这样复杂的需求，没有高效率和全球协作是难以做到的。德国车企在这股浪潮当中再次的扮演了关键角色。他们在2战后凭借品质称雄，此时则是靠全球视野和技术创新实现2次崛起。以大众集团为例，大众在90年代洞察到要在全球竞争就必须扩大规模和细分覆盖，于是大众进行了一系列品牌的收购和联盟，比如说收购了西班牙的西亚特、捷克的斯柯达来扩充中低端市场的阵容，收购了兰博基尼、布加迪、宾利等高端品牌，进军超豪华和超跑领域，将奥迪呢进一步的定位为了豪华品牌。到2000年代，大众集团旗下拥有从平民到皇室各个档次的品牌，可谓是一个车坛联合国。这样的多品牌战略正是对消费者多元需求的回应。无论你是哪国人，什么预算，大众集团总有一款车型给你。在产品技术上呢，大众更大的杀手锏是模块化平台策略。进入21世纪，大众推出了 MQB 横置发动机模块化平台等技术，使一套底盘平台可以衍生出几十款不同的车型，比如高尔夫、奥迪 A3、西亚特里昂、斯柯达明锐等都共享大量的零件和结构。这种模块化的设计让大众得以快速的推出多样化的车型，同时呢又保持成本可控、品质统一。据统计，截至2022年，大众 MQB 平台上已经生产超过了3200万辆汽车，这充分的证明大众对全球消费者既要个性又要高性价比需求的有效回应。在全球化时代，德国车企的营销也开始讲求全球一致的品牌形象和本地化相结合。比如奔驰呢，继续强调它的100年历史和工程精湛，在全世界投放广告都突出自己的3叉星作为身份象征。同时呢，在不同的市场也做本土化的演绎。比如说在中国市场，奔驰广告会融合中华元素；在美国呢，则会赞助美式橄榄球超级碗等体育赛事。宝马的品牌传播口号 The Ultimate Driving Machine 终极驾驶机器，从1970年代沿用至今，强化其性能操控的定位。
奥迪从80年代开始使用技术先导的德语口号，在全球翻译传播突出技术领先。而在实际传播内容上，德系豪华品牌在这一时期大量采用体验营销和形象植入。比如说呢，他们会举办试驾活动，邀请潜在客户感受车辆性能；会去赞助高尔夫球赛、网球公开赛、时装周等高端场合，提升品牌的调性。还有呢，在好莱坞电影当中也会植入自己的车辆，拉近与年轻观众的距离。那经过这一轮全球扩张和模块化的实践，德国汽车工业的版图和影响力达到了新的高峰。国家层面，德国巩固了其全球汽车强国的地位。2000年代中期，大众、奔驰、宝马三大集团都位列全球乘用车制造商前列，带动了庞大的出口。德国成为汽车出口冠军国之一，汽车产业也成为欧盟经济的顶梁柱。品牌格局方面，德系品牌实现了全球市场的主导，特别是在豪华车领域，奔驰、宝马、奥迪并称德国豪华三强，在全球占据大部分的市场份额，把美系的凯迪拉克、英系的捷豹等远远的甩在身后。当然，全球化也带来了挑战，比如管理更复杂的供应链、各地法规的差异等等。但总体而言呢，德国汽车工业在这个时代的应变是非常成功的。然而，进入21世纪，一个新的颠覆开始隐现，信息技术全面渗透和环保需求的高涨，催生了汽车行业的下一场革命。说到这儿，大家可能已经猜到了，下一个时代的关键词离不开电动化和智能化，而故事的主角呢，又将回到美国。这次，让我们来看看特斯拉带来的变革以及客户需求是如何再次转变。2010年代后，汽车产业迎来了自内燃机发明以来最大的变革契机，几股力量呢在同时作用。第一是环保和政策压力，全球气候变暖的共识呢，使各国政府陆续制定了燃油车排放更严的法规，推广新能源车。第二个呢是科技的进步，智能技术在电子产品的推动下不断进步，锂电池的能量密度提高，成本下降，也为电动车的商业化铺平了道路。而互联网和移动技术的成熟，也为汽车智能网联创造了条件。智能手机的普及，让消费者开始期待汽车也有智能操作系统、导航、娱乐、互联等功能。第三个呢是产业和资本的环境。2008年，美国爆发了金融危机，传统的汽车三巨头当中的通用和克莱斯勒先后破产重组，曾经辉煌的底特律成了铁锈带。百年车企的衰败令公众对旧有的汽车业进行反思，社会氛围更欢迎创新者的加入。而恰在此时，硅谷的创新精神扩散到了汽车领域，大量风投资金涌向了新能源汽车初创公司。以特斯拉为代表的新兴势力，在21世纪的头10年孕育生长。其实呢，早在1873年，英国人罗伯特·戴维森就已经制作出了世界上最早的可供食用的电动汽车，这比德国人发明汽油发动机汽车还早了10年以上。此后的100年里，电动车的研发和生产也并未停止。在很多国家，早在上个世纪，纯电巴士就已经是标配了，但是它在乘用车市场上却一直没有很大的进展。人们不爱电动车，因为它们又慢又丑，续航还短。另一个方面呢，燃油车的技术成熟，成本可控，传统车企们已经形成了路径依赖，即使意识到了创新的重要性，也并没有足够的动力去革自己的命。反而是特斯拉轻装上阵，直接从高端切入。2008年推出的 Roadster 电动跑车，以超跑的加速表现，证明了电驱动性能并不输燃油车。紧接着在2012年推出 Model S 豪华轿车，更是以优雅的外形、豪华内饰和超过400公里的续航，征服了挑剔的富裕用户。特斯拉明白消费者顾虑续航问题，就一手抓电池技术升级，一手自建超级充电站网络，大大提高了用户对电动车的接受度。在硬件之外呢，特斯拉还敏锐地把握了智能化的需求。车里自带一块巨大的触摸中控屏，车机系统可以进行 OTA 自动升级，就像手机一样，可以不断地获得新功能。这在2012年可以说是一个革命性的概念。以前的车买回去功能固化，但特斯拉呢可以升级解锁性能，优化界面，让车越开越新。2018年，特斯拉的 Model 3成为了全球最畅销的电动车型，甚至在美国市场部分月份的新车销量超过了传统的竞争对手。但特斯拉最厉害的地方，并不是车卖的有多好，而是它带动了整个行业的电动化升级。不管是中国的造车新势力们，还是传统车企的电气化和智能化的创新，都让整个汽车产业的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斯拉及其带动的供应链，如电池、芯片、自动驾驶软件等技术快速发展，都奠定了持续至今的行业潮流。那我们讲了这么多国外的故事，现在终于可以把镜头转向国内，聊聊咱们中国自己的汽车工业。这几年呢，大家可能发现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就是身边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选择国产新能源车了。
魏小李、比亚迪、极客，甚至还有跨界造车的华为、小米，这些品牌在过去几年集体崛起，迅速改变了中国人买车的习惯。那么，为什么以前热衷买合资品牌的中国消费者突然对国产新能源车这么热情呢？首先，我们来看看时代发生的变化。过去10几年，互联网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习惯，大家早就习惯了用智能手机买东西、打车、看电影，家里呢也开始用智能家居设备，可以说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被数字化了。这样的消费者买车的时候，自然也会有新的期待。汽车呢，不再只是一个简单的代步工具，它应该像智能手机一样好用，甚至还能和自己的家无缝衔接。可以说，这是新时代消费者最大的需求变化。车不仅要跑得快、省得多，更重要的是智能化，它变成了家和生活的延伸，它需要懂我们、理解我们，最好呢还能提前为我们做好准备。然而，大部分传统车企却还在坚持燃油车的老路子，他们主打的卖点呢依然是发动机、变速箱、悬架这些机械结构，车载系统基本就是个收音机加导航，界面设计难看不说，用起来呢还卡。那这种体验显然是无法满足习惯了智能手机、智能家居的年轻一代。这时候很多人会说了，那特斯拉不是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没错，特斯拉的确率先把汽车从传统的代步工具变成了一个智能产品。马斯克甚至说过，特斯拉其实是一家 AI 公司，只不过恰好造车罢了。可是呢，特斯拉虽然好，但它的价格贵呀，再加上它进入中国之后，在软件本地化和用户服务方面还是没有那么的接地气，中国消费者心里面呢还是缺了那么一点东西。这时候呢，我们的国产造车新势力们就抓住了这个机会。最早进入大家视线的是蔚来汽车，蔚来的老板李斌曾经说过，车不再只是车，而是用户移动的家。他们推出的汽车不仅搭载大尺寸的智能触控屏，配备了先进的智能语音助手，更是把服务做到极致，用户甚至可以像换手机电池一样给汽车换电。紧接着呢，小鹏汽车也迅速跟进，把辅助驾驶功能作为最大的卖点，让开车变成一种轻松惬意的体验。而理想汽车呢，更是直接瞄准了中国的年轻家庭用户，他们发现了传统的轿车或者 SUV 对有孩子的家庭来说总是少了那么一点舒适度和便利性，于是他们专门设计了智能大空间的理想 ONE 和理想 L9， 配备了宽敞的车内空间、冰箱、大屏娱乐系统，甚至是连2排、3排的座椅都能电动调节，让车真正变成了家庭的第二个客厅。而比亚迪这个国产电动车里的老牌巨头，最近几年在智能化和新能源的布局上也是迅速的升级。他们前后推出的比亚迪汉唐宋等车型呢，不仅续航能力强，还搭载了最新的智能交互系统，车机体验丝毫不输给新兴势力们。在2022年，比亚迪甚至超越特斯拉，成为了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第1的品牌。再看看华为和小米这些跨界造车的公司，华为研发的鸿蒙车机系统帮助车企迅速实现智能化，小米呢则是直接宣布要造年轻人买得起、用得爽的智能电动车。这种科技公司跨界造车的现象，更清晰地说明了时代的变化，汽车产业的竞争焦点正在从机械转向智能。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传统汽车品牌纷纷焦虑，害怕被时代淘汰。他们面临的竞争已经不再只是发动机的效率、变速箱顺滑度的竞争，而是车载系统是不是顺畅、智能体验是不是人性化的竞争。传统车企如果再跟不上节奏，就很可能步上当年诺基亚的后尘，被彻底的颠覆。总结下来了，中国造车新势力的崛起，靠的正是精准洞察了智能时代中国消费者新的需求。汽车不再是简单的代步工具，而是我们家与生活的一部分，必须要足够聪明，足够懂我们。这种以用户为中心的思路，让国产新能源汽车在短短几年内就迅速的占领了市场，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汽车工业前所未有的崭新面貌。好了，以上呢就是汽车的100年演进。回顾这100年的历程，从 T 型车的大众化，到战后汽车普及潮，到日本的高品质革命，到意大利的身份跑车风靡，再到全球化的精细分工，再至如今电动智能的颠覆，每个时代背景都在塑造消费者的新需求，而每次消费者的新需求呢，又推动着汽车产业做出创新的回应。我们作为亲历者和见证者，可以说是非常有幸的看到了这场精彩的时代演进和需求变奏。展望未来，下一个10年、20年，汽车也许会飞行，也许会实现完全的无人驾驶，消费者的需求呢也将继续演进。但可以肯定的是，以客户为中心的逻辑不会变，每个时代的车企都需要洞察我们这些用户心中真正渴望的东西，并积极回应，只有这样才能继续续写汽车工业的传奇篇章。接下来汽车行业还会有哪些变化？哪些品牌能继续洞察消费者的新需求？中国汽车品牌能不能真正走出国门，引领世界的新能源和智能汽车潮流？这些问题咱们不妨一起拭目以待。